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北大西洋的直射，靠近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以及绵延的山脉，使摩洛哥北部地区气候类似于欧洲。因此，摩洛哥享有北非花园和烈日下的清凉国土的美誉。在阿拉伯语中，摩洛哥意为日落之地。现今摩洛哥地区至少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摩洛哥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对摩洛哥海岸的殖民。此前，摩洛哥地区是博博尔人的居住地。在与腓尼基人的长期斗争中，摩洛哥北部曾出现了博博尔部落联盟毛里塔尼亚，它的势力一直到达今阿尔及利亚的西部。到2世纪中叶，迦太基被罗马灭亡后，罗马通过与部落结盟的方式控制了摩洛哥北部。在克劳第一世时期，罗马帝国将附庸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变成了自己下辖的一个行省。在3世纪危机后期，罗马人的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沿海城市。到公元429年，该地区遭到汪达尔人的蹂躏。此后，西哥特人与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相继占据现今摩洛哥的沿海地区，摩洛哥大部分的高山地区则仍处于博博尔人的控制之下。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在新兴的伊斯兰教信仰加持下，阿拉伯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征服了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公元740年，在清教徒式的哈瓦利吉派的煽动下，当地的博博尔人发动了反抗倭马亚王朝统治的起义。此后，摩洛哥脱离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控制，分裂成了一些小国。公元787年，先知穆罕默德堂弟阿里的后裔穆莱伊德里斯在麦地那参加阿里派暴动失败后，率领追随者逃到摩洛哥北部的瓦利利。因其为阿里的直属后裔，故得到当地的奥拉巴部落收留。奥拉巴部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奥拉巴部落意图借由拥立阿里王族为宗教领袖，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伊德里斯也想通过征服周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部落的方式宣示权威。788年，伊德里斯在博博尔族部落酋长的支持下建立了伊德里斯王朝，这一年被视为摩洛哥国家形成的开端。791年，伊德里斯一世被阿拔斯王朝的特工毒死。在他离世的第2个月，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儿子伊德里斯二世。伊德里斯忠诚的奴仆拉希德抚养了这个男孩，并代表伊德里斯王朝摄政。801年，拉希德被阿拔斯王朝杀害。次年，11岁的伊德里斯二世被拥立为君主。为了削弱奥拉巴部落的权力，伊德里斯二世在掌权后开放阿拉伯移民，并指派2位阿拉伯大臣担任要职。809年，伊德里斯二世离开了奥拉巴部落掌控的瓦利利，在菲斯建立新定居点。此后，菲斯城成为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凯鲁万阿拉伯人的聚居区，从而加速了摩洛哥的阿拉伯化进程。因伊德里斯王朝后期实行分封制，导致该王朝走向解体。974年，西班牙后五麦叶王朝君主哈开姆二世趁伊德里斯王朝内斗之际，率兵灭亡了该王朝。伊德里斯王朝结束后，西班牙后五麦叶王朝对摩洛哥北部的控制延续到11世纪初。到11世纪中叶，穆拉比特人发起了纯洁伊斯兰教的圣战运动，其创始人为摩洛哥伊斯兰教学者伊本·雅辛。他反对强加给穆斯林的沉重赋税，主张建立武装向统治者进行圣战。大约在公元1035年，雅辛应朱达拉部落首领之邀进行传教。当雅辛的论点遭到了听众的质疑后，他以叛教罪名回应质询。当他的保护人去世后，雅辛立即遭到驱逐。1042年，伊本·雅辛带领少数信徒隐退到塞内加尔河附近的一个岛上，在那里建立了宗教、军事合一的设防修道院。穆拉比特的含义即为住在修道院中的人。博博尔撒哈贾部落拉姆图纳部族首领易卜拉欣或许是感受到了雅辛虔诚热情中蕴含的组织力量，于是邀请他向族人传教。雅辛援引穆罕默德早年的故事，宣扬仅仅遵守真主的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摧毁与之相悖的势力。在雅辛的意识形态中，任何超出伊斯兰教法范围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反对派。他尤其将部落主义视为一种障碍。
他认为，仅仅敦促他的听众放下血缘忠诚和种族差异，接受所有穆斯林在神圣律法下的平等是不够的。对于拉姆图纳的领导层来说，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他们长期以来重建桑哈贾联盟、收复失地的愿望相契合。1050年代早期，拉姆图纳部落在易卜拉欣与伊本·雅辛的带领下，以传播正统教义的旗号发起征战。后来，他们自称为穆拉比特人，这被认为是穆拉比特王朝的开端。从1053年开始，穆拉比特人对在沙漠的博博尔人及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实施禁欲的宗教。1057年，易卜拉欣在战役中阵亡后，伊本·雅辛指派易卜拉欣兄弟阿布·贝克尔继任军事领袖。在阿布·贝克尔指挥下，穆拉比特人开始以武力扩展他们的领土，征服了阿特拉斯山脉的部落后，穆拉比特人对摩洛哥西部沿海地区发动了攻势。在雅辛阵亡后，阿布·贝克尔借机独揽了大权。1061年，阿布·贝克尔将北部的定居农业地区移交给表兄优素福·本·塔什芬管制，自己则前去南部的沙漠地区镇压叛军。临行前，还将自己的妻子许配给优素福。阿布·贝克尔平叛归来后，发现优素福的势力已经做大，于是不再讨要权力。优素福随后将阿布·贝克尔在阿格马特附近的一处沿河驻地辟为都城，这就是位于现今摩洛哥西南部的马拉喀什。马拉喀什一词源于博博尔语，意为上帝的故乡。摩洛哥的英语和法语名称就源自马拉喀什。穆拉比特王朝在优素福统治期间，其在非洲的领地涵盖了西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区。优素福是穆拉比特王朝第一位统治全摩洛哥地区的君主。优素福让穆拉比特王朝的国力达到极盛，成为穆斯林世界西端的霸主。1086年，安达卢斯的泰法王公向优素福求助，希望他出兵和基督徒国王阿方索6世作战，保卫穆斯林的领地。优素福于是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于萨拉卡战役中击败了卡斯蒂利亚军队。后因丧子和本土爆发内乱，优素福决定率军返回非洲平叛。优素福于1106年逝世后，穆拉比特王朝陷入动荡。之后的君主未能挽救王朝颓势，葬送了优素福一手缔造的北非霸权。马拉喀什后来于1147年被穆瓦希德王朝攻陷，这标志着穆拉比特王朝的终结。穆瓦希德王朝源自伊本·图马特发起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伊本·图马特教派的核心哲学是极度强调真主的独一性，这也是穆瓦希德名称的由来。该教派和当时北非占主导的马利克派法学的逊尼派信仰形成鲜明对比。伊本·图马特在马拉喀什同马利克派法学家公开辩论时，指责对方随意解释教法，无视盛行圣训。穆拉比特的统治者将伊本·图马特处以鞭刑后，将其逐出城外。之后，伊本·图马特逃回家乡避难，凭借出众的口才，他将自己塑造为救世主，此举等同于向穆拉比特当局宣战。1122年，他接受新塔塔部落酋长邀请，前往高阿特拉斯山区。1130年初，伊本·图马特决定率众出击，向低地的穆拉比特军队进攻。因实力的悬殊，伊本·图马特在布海拉战役中遭遇惨败。伊本·图马特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阿卜杜勒·穆敏击败异己，成为穆瓦希德教派的领导者。在阿卜杜勒·穆敏的指挥下，穆瓦希德王朝攻陷了穆拉比特都城马拉喀什。之后，阿卜杜勒·穆敏以清除异教为由，拆毁了城中的宫殿和所有清真寺。阿卜杜勒·穆敏随后继续向东进军，在1151年，他将国境扩张到今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1158年至1159年，他发兵消灭了西西里王国的北非驻军，征服了金突尼斯和迪黎波里塔尼亚全境。之后，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也被穆瓦希德王朝军队占领。1172年，穆瓦希德王朝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领地。随后，穆瓦希德王朝带领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势力向基督徒发动了反攻。1213年，穆瓦希德王朝10万大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与基督教联军展开厮杀，结果大败。哈里发穆罕默德·纳希尔本人仓皇逃回都城马拉喀什。托罗萨战役终结了穆瓦希德王朝对西班牙的控制。
穆瓦希德王朝北非领土的各地总督趁机宣布独立。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穆罕默德·纳西尔不得已将东部边疆交给马林部落守卫，这样的安排为日后穆瓦希德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1216年，马林部落的统治者奥斯曼一世率军进入摩洛哥西北部，此时的穆瓦希德王朝正忙于内斗，这为马林部落攻下北方重要城市菲斯创造了便利。之后的几十年里，穆瓦希德王朝的2位苏丹均依靠基督教民防军登上王位，亲基督教的政策导致穆瓦希德王朝内部矛盾激化。1248年，马林部落首领叶海亚定都菲斯城，建立了马林王朝。1269年，叶海亚的弟弟阿布优素福在基督教民防军的协助下攻克穆瓦希德王朝首都马拉喀什。到14世纪中叶，马林王朝的国力达到顶峰，其版图囊括了现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马林王朝其后试图染指西班牙，然而在1340年的里奥萨拉多战役失败后，马林王朝势力被彻底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进入15世纪，马林王朝的所有港口均被葡萄牙人占据，这造成摩洛哥与南方传统贸易的中断。当马林王朝试图击退外敌，并帮助格拉纳达王国度过收复失地运动时，马林王朝的旁支瓦塔斯家族通过政治手段积累了绝对权力。1459年，阿卜杜勒·哈克二世对瓦塔斯家族发动了一场大屠杀。6年后，阿卜杜勒·哈克二世在菲斯的民众起义中被谋杀。瓦塔斯家族的残余势力趁机崛起，建立了瓦塔斯王朝。瓦塔斯王朝的统治者未能履行保护摩洛哥免受外敌入侵的承诺。大约在1511年，萨阿德人的伊斯兰教领袖谢里夫在南方组建武装，发动反对欧洲异教徒入侵的圣战。他们的军事胜利与瓦塔斯王朝对北方天主教国王的和解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结果，摩洛哥人民倾向于将萨阿德人视为英雄，这让他们更容易夺回葡萄牙在海岸的据点。萨阿德人还袭击了瓦塔斯王朝，后者被迫屈服于新政权。到1549年，萨阿德王朝军队攻占了菲斯，马林王朝最后一位君主阿布·哈松死于战场。1554年，阿布·哈松儿子率部在逃往西班牙途中横渡海峡时遇难，这标志着马林王朝的灭亡与萨阿德王朝的兴起。萨阿德王朝是摩洛哥历史上的重要一章，他们成功抵制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使摩洛哥成为北非唯一一个不受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管辖的地区。艾哈迈德·曼苏尔统治时期是萨阿德王朝的全盛时期。曼苏尔曾派兵远征苏丹，在占领的初期，摩洛哥人从苏丹掠夺到了大量黄金，许多欧洲国家转而向摩洛哥借款。但是由于苏丹人民的抵抗，曼苏尔想要完全占领黄金产地的企图并未实现。侵入苏丹使摩洛哥陷入了长期的战争泥潭，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削弱了曼苏尔对国内的控制。年迈的曼苏尔一死，他的儿子们便展开了王位争夺。到17世纪初，摩洛哥分裂为以菲斯和马拉喀什为首的2个割据王朝。17世纪60年代末，阿拉维派苏丹拉希德重新统一了摩洛哥。阿拉维王朝在伊斯梅尔统治时期，收复了除休达、梅利利亚和少数小岛外的沿海失地。伊斯梅尔死后，欧美列强利用摩洛哥国内纷争的机会，与摩洛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世纪起，随着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作为欧洲强国，法国渴望将地中海变为自己的内湖。1830年，法国借阿尔及利亚债务危机攻占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对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颇为忌惮，摩洛哥向阿尔及利亚抵抗者提供了援助。为了斩断阿尔及利亚抵抗者的补给，法军对摩洛哥发动了攻势。19世纪下半叶，随着摩洛哥王室力量的进一步衰弱，欧洲列强开始干涉摩洛哥内政。列强们在干预摩洛哥事务时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冲突。法国于1904年与英国、西班牙达成了密约，试图将摩洛哥设为保护国。德国君主威廉二世认为此举触犯了德国的利益，他于1905年访问摩洛哥时，试图说服摩洛哥在德国与英法开战时帮助德国，此举无疑损害了法国的利益。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由此爆发。1906年，为了避免外交纠纷升级为战争，
欧洲列强与摩洛哥在西班牙召开阿尔赫拉斯会议。会后签订的阿尔赫拉斯条约恶化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埋下了伏笔。1907年3月，摩洛哥马拉喀什城内发生骚乱，一名法国医生不幸遇难。同年5月，法国人在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修建港口铁路时，不顾当地穆斯林的民俗，强行要按规划从穆斯林陵园通过，激起当地民众的愤怒。摩洛哥人自发组织起来，与正在码头上的欧洲人发生了冲突，有5个法国人在冲突中被打死。法国以上述事件作为理由，迅速出动海军，占领了卡萨布兰卡及周围沿海一带的城镇，继而再以沿海港口为跳板，调动法国陆军深入摩洛哥内陆。摩洛哥军队曾设法抵抗，奈何武器装备差距过大，抵抗最终以失败告终。1911年，摩洛哥人民因无法忍受其王室政府的软弱无能，一场反对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哈菲斯的叛乱随之爆发。1911年4月，摩洛哥苏丹被叛军围困在菲斯的王宫中，不得不向法国求援。法国在答应派军平叛的同时，要求将摩洛哥变为法国的保护国。德国不甘心失去摩洛哥，于是在当年7月派炮艇与轻型巡洋舰前往摩洛哥阿加迪尔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由此爆发。为了避免事态升级，法国与德国最终达成妥协，德国以对法国在摩洛哥扩张的默许换到了法属刚果的一块殖民地。吞并摩洛哥后，为了在外交上拉拢西班牙，法国将摩洛哥的北部和南部地带转让给西班牙。法国与摩洛哥签订的菲斯条约，使得摩洛哥80%的土地被划入法国保护区。在1913年至1955年间，法国通过巧立名目夺取了摩洛哥约100万公顷最好的耕地。法国与西班牙殖民者们在这些土地上大量种植柑橘、葡萄、软粒小麦等高利润农作物。在大片农田变成殖民者的欧式大农场后，许多无地可种的摩洛哥农民成为了殖民者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由此，法国与西班牙将摩洛哥变为了两国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为了减少统治成本，法国在摩洛哥实行了间接统治方式。法国殖民者为了方便行政管理，在弱化阿拉伯语与柏柏尔语地位的同时，引入法语作为经贸与行政语言，以此达到暗中同化的效果。但摩洛哥人从未放弃过争取自由的权利。20世纪20至30年代，西属摩洛哥和法属摩洛哥先后爆发里夫起义和柏柏尔民族主义运动。里夫起义者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法国与西班牙组成的联军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才平定了此次起义。1934年，法军上校特林盖率军进驻摩洛哥东部城市廷杜夫，强行将此地划给阿尔及利亚。法国根据自己的殖民统治需要，先后多次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进行微调。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为日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争端埋下隐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洛哥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卡萨布兰卡人民举行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后，为了反对法国殖民当局推行的欺骗性改革，摩洛哥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运动。1953年8月，在法国殖民当局指使下，萨米·格拉维发动政变，废除了同情民族独立运动的苏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另立优素福的叔父阿拉法为苏丹。政变引发了摩洛哥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摩洛哥人民反对下，法国同意谈判，并让阿拉法退位。1955年11月，优素福复位，组织新政府。1956年3月2日，法国同意废除菲斯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同年4月，西班牙放弃他所占领的摩洛哥北部的保护地。1957年8月，摩洛哥改国名为摩洛哥王国，苏丹优素福改成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摩洛哥独立后仅数月，摩洛哥民族激进势力要求恢复摩洛哥的历史疆域。1956年9月，摩洛哥旗帜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独立党成员绘制的大摩洛哥地图，附带对西撒哈拉矿产资源重要性的评论。1958年初，在独立党等激进派别的压力下，摩洛哥国王采纳了对毛里塔尼亚提出主权的建议。此时，阿尔及利亚正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摩洛哥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提供了支持。作为回应，阿尔及利亚独立派同意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本着友好的精神，设立联合边界委员会，解决与摩洛哥之间的边界问题。1962年7月4日，即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4日，摩洛哥跨过法国人划定的瓦尔涅线，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境内的贝沙尔地区，要求当地的部落酋长向摩洛哥效忠，由此揭开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序幕。摩洛哥认为，包括廷杜夫等周边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本应属于摩洛哥，法国在殖民时期私自将其划入法属阿尔及利亚，这是一种非法且不应被承认的行为。阿尔及利亚则认为，上述领土已被纳入本国管辖，且当地发现了储量、品位都不错的银、铁、锰等矿藏，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摩洛哥。1963年9月，分歧无法弥合的两国爆发了战争。由于冲突地区大都位于沙漠地带，此次战争又被称为沙地之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界冲突的加剧，不仅使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感到紧张，也让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在非洲国家联盟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调停下，两国于1964年2月宣布停火。沙地战争结束后，摩洛哥于1969年和毛里塔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暂时放弃廷杜夫，承认毛里塔尼亚，并不意味着摩洛哥放弃追求历史疆域。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统治受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的一致反对。与阿尔及利亚支持当地撒哈拉人独立，进而获得地区影响的追求不同，摩洛哥人更关注西撒哈拉的土地。1975年10月，82岁的西班牙执政者弗朗哥陷入昏迷，摩洛哥料定此时西班牙无力顾及西撒哈拉，于是摩洛哥组织35万民众，在3万士兵的保护下向西撒哈拉发起绿色进军。毛里塔尼亚也在南方对西撒哈拉发起渗透。此时西撒哈拉总人口仅有7万。西班牙随后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署马德里协定，由此摩洛哥获得了 65% 的西撒哈拉领土。因马德里协定没有考虑西撒哈拉人民的意愿，于是西撒哈拉在1973年成立了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毛里塔尼亚不愿卷入战争，于是退出了西撒哈拉。摩洛哥趁势吞下西撒哈拉 75% 的领土。阿尔及利亚认为，如果摩洛哥吞并西撒哈拉，将进一步增强其对阿尔及利亚西部领土的威胁，故而大力支援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摩洛哥由此指责阿尔及利亚干涉内政。阿尔及利亚为了向摩洛哥表示抗议，于1975年大规模驱逐了境内的摩洛哥侨民。阿尔及利亚还在非盟等组织内不断告状，让摩洛哥遭受了巨大的外交压力。摩洛哥被迫在1987年承认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治地位。在冷战背景下，阿尔及利亚与苏联关系密切，摩洛哥则与美国走得更近，这加剧了两国的对抗。两国围绕西撒哈拉的博弈并未因冷战的终结而结束。1994年，摩洛哥马拉喀什发生袭击事件，摩洛哥指责是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策划了袭击，两国边境随即关闭。虽然阿尔及利亚总统趁1999年摩洛哥国王去世之际出访了摩洛哥，但两国的矛盾并未化解。2021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指责摩洛哥使用间谍软件攻击其官员。随后，阿尔及利亚以摩洛哥支持分裂组织并针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为由，切断了与摩洛哥的外交关系。摩洛哥则称该决定毫无道理。时至今日，这两个实力接近的北非强国都不肯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两国长达1500公里的边界地带，仅有11%地区划定了边界。